都他妈快点给老子挖灵石！快点给老子挖！再敢偷懒，老子废了你们！我江晨彦2年前穿越到修仙界，本以为可以开启修仙长生之路，成为潇洒的仙尊，没想到却落入了魔门手里，成了这挖矿的矿奴。每天挖到的所有灵石都得上交魔门，否则……兄弟们，我发现极品灵石了！我要自己修仙，我要重生，我要尊严，我要离开这个可怕的魔门！想跑，找死！这就是妄图带着灵石逃跑的下场。死！你去把他挖到的极品灵石拿来给我检查。好。呸！这他妈就是块破石头，极品！我去你妈的！我的眼睛！老他妈找死！快起来挖灵石！这就是万恶的魔门，在这里，没有实力就是任人宰割的畜生。这是灵石，我竟然能看到蕴藏灵气的矿石。刚才那块神石让我觉醒了透视的能力，我的神眼能看清这些矿石里面是否还有修炼的灵气。只要想办法离开这里，就可以捡漏天下至宝，吸收灵力，正道成神，成就大地。宗主马上就到，赶紧把采的灵石拿过来。宗主到！这就是传说中魔圣宗的宗主穆觉心那个女魔头。弟子参见宗主。魔门宗主，这是真正的修仙大能，不是我现在能得罪的，还是先跪拜吧。李云，这个月的灵矿挖的怎么样了？宗主，这个月挖了2000块灵石。挖了1个月，居然只挖了2000块灵石，距离本宗主要的3000块灵石还差1000块。没有灵石，耽误本宗主修炼。按照规矩，你们都得死。宗主，我下个月一定交出双倍份额的灵石，你饶了我吧，你饶了我吧！没机会。我的双眼刚刚能够透视，看清隐藏灵力的矿石，却因为没有完成任务，就要被这个女魔头杀了。不行，不能就这样陨落。这竟然有2块传说中的极品灵石，只要1块都能抵2个月的灵矿要求了。我只要上交1块，就能给自己争取活命的机会。轮到你了。宗主，我知道1块极品灵石的下落。极品灵石？没错，就在旁边的废料里，我可以去把它拿过来。宗主，他就是一个普通矿奴，怎么可能知道极品灵石的下落？肯定是想活命，故意拖延时间。让他去。我刚才看到的极品灵石就在这里，找到了，这块就是我要找的极品灵石。宗主，这就是我说的极品灵石。小子，我看你为了活命什么都敢说呀！这分明就是一块破石头，没有一点灵力波动，竟然说是什么极品灵石，欺骗宗主大人，找死！宗主，极品灵石出世之前，灵气都藏在矿石之内，只需将矿石打开，便知这矿石的灵气价值。宗主，这小子还在胡言乱语，我替你解决他。住手！打开它，如果打开之后是块废石，我会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是。极品灵石，居然真的是极品灵石！不可能，这小子不可能找到极品灵石。没想到你居然真的找到了一块极品灵石。不过我很好奇，你是怎么知道这块是极品灵石？穆觉心在考验我，刚好我想要自由，想要变强，需要在这魔门有一个靠山，而这个靠山就可以是穆觉心。回宗主，我对所有有灵力的东西有点模糊的感知能力，所以能感觉出来这块极品灵石的存在。哦，对灵石有感知力，难道是传说中的见天神童？不对，你感知灵力模糊，应该没有见天神童，不过也算稀有。
可以留在我身边为我所用。去宗门当个内门弟子。谢宗主，谢宗主，宗主，他就是一个低等矿奴，有什么资格成为内门弟子啊？差点把你给忘了。宗主，这片矿区归我负责，就算成为内门弟子，也该是我呀。李云，你想去宗门当个入门弟子？是对。下辈子吧。身为这片矿区的负责人，却不知道这块极品灵石的下落，就该死。女魔头够狠啊！李云好死，解气！这个女魔头杀李云也是在震慑我，如果我不听话，下场会和李云一样。你已经是宗门的入门弟子，记得去宗门报到。我的透视神眼让我成了魔圣宗内门弟子，但想要在这里生存下来，还要变得更强。对了，我刚才藏起来的极品灵石就在这里，这就是我刚才藏起来的极品灵石，能够助我修炼变强。不能在这里修炼，可是带出去被人发现，我就死定了。该怎么藏起来带出去呢？极品灵石消失了，没想到刚才的神石不仅让我透视，还给了我一个随身空间，让我随时储存法宝。出来！出来！不愧是极品灵石，这味道真是滋润。有灵力进入我的体内，我竟然突破到炼气2层了。只是闻了一下极品灵石，竟然突破了瓶颈，达到了炼气2层。这极品灵石还真是个宝贝，要是我能全部吸收，我都不敢想我能恐怖到什么层次。我要赶紧回去吸收灵气，让自己变强，不被人欺负。几个时辰前，我还是满身脏兮兮魔圣宗矿奴，因为这双透视神眼成了内门弟子，穿上如此得体的衣服，还得到了极品灵石，得赶紧吸收灵石的灵气，让自己变强。神龙出！太好了，又要突破了！破！宗门内的天才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够完成的炼气3层，而我不到1天就突破了。看来我还能迅速吸收灵石法宝的灵力，快速转化成修炼资源。得赶紧想办法让自己能够自由的出入，这样就可以去外面寻宝，让自己吸收灵力，修炼变强。江师弟，宗主让你去找他一趟。好，我知道了。宗主，除了他，你们都出去吧。江晨燕，我调查过你，2年前被抓到魔圣宗当矿工，却一直没有提升。以后每个月我会给你20块灵石，让你提升修为，但前提是你要用你的能力帮我鉴定法宝。用我的能力鉴定法宝，却只给我20块上品灵石，这魔门还真是把我往死里压着。可是我现在别无选择，但凡说个不字，恐怕就是死路一条。宗主，我可以帮你鉴别法宝，但是我有一个小小的愿望。什么愿望？我听说魔圣宗这块地界法宝交易不少，所以我想当一个法宝商人，希望宗主可以授权给我。江晨燕，我倒是挺喜欢你的，因为你的野心够大。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想当法宝商人是为了吸取灵石提升修为？不过你放心，我可以给你这个机会，但前提是你要自己争取。请宗主详细说说。鬼市是我们魔门周遭3不管地带，是专门用来修炼法宝的聚集之地。明天有一批法宝原胚进行拍卖，如果你明天帮我拍到了不错的东西，那
那我倒可以给你这个机会，并且每个月会提升你的俸禄。但如果你让我买到了垃圾，我就把你炼成法宝。这群没人性的，动不动就把活人炼制成法宝，简直丧尽天良。还好我觉醒了剑天神统体，能够透视一切，还能快速吸收法宝的灵气。明天帮他鉴别法宝，也能吸收法宝体内的灵气，提升自己的实力。请宗主放心，我一定不负所托。啊，这鬼市厉害法宝还挺多的。哎，宗主，这就是鬼市拍卖的地方。没错，待会儿拍卖的法宝原胚皆被秘法所封印，根本看不出里面有没有灵力。如果你让我赢了，我便放你自由；但如果让我丢人亏钱，我必杀了你。请宗主放心。这不是穆觉心吗？一个女人懂什么是法宝吗？也敢来看这法宝原胚啊！血河宗宗主恨天狂，好久不见。这要是在我的地界，你早就身死道消了。要不是在鬼市不能动手，你也已经是一具粉红骷髅了。早就听说这穆觉心和恨天狂不对付，刚见面火药味就这么浓啊！你们在找死吗？在这里动手，还要问问老夫同不同意？这是鬼市的主人，鬼世子啊！这老东西修为深不可测，至少也是结丹老怪，不能贸然出手啊！一句话就让所有人闭嘴。果然，实力强的人在魔门才有资格说话。我宣布，本次的法宝原胚拍卖会正式开始。穆宗主啊，这拍卖大会马上就要开始，怎么没见你带鉴宝师啊？恨宗主啊，穆宗主带什么人是他的事情，跟你没关系吧？哪里来的炼气小辈，找死！恨宗主，我的人你动不了。穆宗主如此护犊，难道他就是你带来的鉴宝师？是又如何？用一个练气期的小子做鉴宝师，我看你魔圣宗也怕是没人了。恨宗主，我们选法宝靠的可不是嘴。小子，狂妄！我倒要看看你有几分真本事！都给我安静！下面我宣布，开始拍卖第一件法宝原胚。本次拍卖的第一件法宝原胚为残红剑胚，据传出自古剑修木种，锈蚀严重，然剑魂未散。起拍价4000上品灵石，每次出价不得少于500上品灵石。4000上品灵石，这件有这么好吗？每个人可上前查看半炷香的时间，不可触摸，只得使用灵石探查，买定离手，盈亏自负。青铜锈迹之下竟然封存着一缕极为精纯的剑意，若以正确的方法重铸，此剑有望晋升灵气，至少价值5万上品灵石啊！必须买下来。这剑身看着好像有点说法呀。有屁的说法！我灵石这么强大都没看出来，这就是一块废铁。哼，小子，你看都不看，这是已经认输了？这有什么好看的？我已经知道了。小子，你够装，我倒要看看你有没有真本事。宗主，我可以做主出价吗？可以。我出5000上品灵石。我出5000上品灵石。哇，5000！这傻子竟然要用5000上品灵石买一把破剑！穆宗主，你这是从哪请来的傻子？这完全不懂啊！就是，这宝物一点表现没有，也敢出5000上品灵石啊！穆宗主的魔圣宗还真是没人可用，竟然让一个傻子做主拍卖，待会儿亏惨了可别心疼啊！那就不劳恨宗主费心了。江晨燕，你最好祈祷这把剑真的能给我惊喜。这把破剑绝对不值5000上品灵石，反正我是不买。我也不争，我也不买，反正我是不买。就是，不争就对了，宝物是我的了。哼， 5000上品灵石一次，
2次、3次，我宣布第一件法宝原胚由这位小友拍下。哎，等等，怎么5000上品灵石买了个废物，想要后悔吗？那你不怕鬼世子他收拾你啊？哎呀，我呀，当然不是后悔，而是要在现场，重新铸宝。我有透视眼，已经看清这个剑的价值。现场铸宝之后，剑的价值能够翻10倍。现场珠宝，他竟然要现场珠宝！众所周知，只要给法宝原胚，也就是那把剑注入灵力，就能完成进化，成为法宝了。谁说不是呢？但是这把剑的表现未知啊，这有可能开出极品法宝，但也有可能开出废品啊。现场珠宝风险太大了，一旦失败，这丢人可就丢大了。机会太小，你小子也太狂妄了！整个修仙界也没几个鉴宝师敢当场鉴宝，你竟然不知死活当场鉴宝，买了个破烂就敢现场鉴宝，还是带着破烂赶紧滚吧！这把剑是破烂还是至宝？铸宝之后自然知道。这小子到底有几分把握？如果铸宝失败，损失灵石事儿小，丢人可就事儿大了。鬼老前辈，这里应该可以现场铸宝吧？现场铸宝，这把破剑没有任何灵力波动，到时候铸宝失败了，引人嘲笑，只怕是道心破碎啊！你说这小子到底成与不有没有把握？成一试便知。如果你铸宝失败了，你的下场一定很惨。放心，鬼老前辈，请向其注入灵力，时间控制在10息之内。他竟然能说出如此精准的铸宝方法，莫非他真的是法宝大师？莫非他真的是法宝大师？法宝师在整个修仙界都十分稀有，是每一个大宗门抢手的人才。难道魔圣宗竟然得到了一位天才不成？虚张声势罢了。一个炼气7的废物看中的破玩意儿，绝对不可能开出宝物。金光闪烁，哇，这是灵气出世，这至少价值5万上品灵石啊！这5000上品灵石变5万5000变，这魔圣宗鸿运齐天呐！这么好的极品法宝原胚，我刚才怎么没看出来啊？这魔圣宗的小子到底是什么来头啊？就是说呀，刚才在触碰古剑的时候，我的剑天神通体发挥了作用，直接吸收了宝物精魄，让我的修为提升到了炼气4层，领悟了一丝剑意。这小子确实有几分能耐。小子，你早就知道这是个好胚，故意耍我是不是？哎，恨宗主啊，这都是自愿出家啊，何来耍你一耍？无知小儿，信口雌黄，一定是气运罢了。我不信你还能再中。恨宗主啊，那我们就拭目以待了。只要继续接触高端法宝，我就能继续变强。下一件法宝，七彩琉璃盏。流光溢彩，斩壁有先秦飞舞虚影，传闻可凝聚月华，化为灵液，灵气逼人。几拍价？8000上品灵石。哎呀，这法宝原胚卖相也太好了吧！哎，这不会也是个灵宝吧？哎，你们看这上面的光，流光溢彩，这已经达到了宝气外现的程度了，肯定是个宝贝。对啊，这要是开出来，这起码价值10万上品灵石啊，比刚才的剑还贵1倍啊！
这琉璃盏内部结构脆弱不堪，所谓的先秦虚影是被人以幻术封印进去的。盏底更有一道隐蔽的泄灵纹，使用3次后便会灵气尽泄，彻底破损，华而不实，价值不超过2000中品灵石。这要是谁买回去了，不得气得道心破碎呀！如何？此物是否能买？此物是陷阱，虚有其表，盏底有泄灵纹，至多使用3次，不值一提。此物我甚是喜欢，我出价1万，我出2万，我出2万5。我出3万。谁要是再敢出价，就是跟我恨天狂过不去了。不得干预拍卖。在鬼市里，鬼世子能保我们平安，可一旦出了这里，谁知道这恨天狂会不会对我们动手啊？是啊，修仙界如此残酷，宝物都为强者所居，无奈啊！哎呀，3万上品灵石1次，2次，哎呀，给他，3次。我宣布，7彩琉璃盏归恨宗主拿下。你不是很狂吗？怎么这种好宝贝反而不敢出手了？恨宗主喜欢，自己买下便是。哦，你的意思是我这东西不是宝贝？哎，我可没说。我就让你心服口服。我也要现场铸宝。你也要现场铸宝？什么？他也要现场铸宝？这是跟魔圣宗对上了呀！这下有好戏看了，简直是针锋对麦芒啊！对呀，我恨天狂，说什么便是什么。这练气期的小子可以鉴宝，我为什么不可以？行，今天我就要现场铸宝，等着看好戏吧。小子，你有意见？没有意见，我只是觉得可惜了。这原胚转手，说不定还能骗一骗人。哎呀，要是现场铸宝的话，那可要砸自己手上了。修仙界的灵石珍贵，汉宗主啊，我劝你啊，小心才是啊！狂妄！你一个练气期的蝼蚁，竟敢给我提建议！这要是在外面，你早就被我练成尸魁了。好言难劝，该死的鬼！既然如此，汉宗主请自便，自便。我看你能嘴硬到什么时候！鬼十三，我也要现场铸宝，给老子开！那你也要跟他一样说具体的铸宝方法，还是我看着铸？你看着铸吧，我他妈哪懂什么铸宝？可惜是个废品。哎呦，天哪！我就说嘛，他铸不好。这怎么可能？你一定是你给我铸垮了！无知后辈，竟敢如此言语！铸宝只是灌注灵力而已，就算是再烂的法宝师，只要原胚本身是好的，就不可能铸错。更何况老夫已经算修仙界响当当的法宝师。哎呀，恨宗主啊，都告诉你了，不要瞎铸，你非不听。小子，你找死！恨天狂，在我的地界，你要是忍不住发疯，就来跟我打。就是，鬼狮子实力在我之上，我跟他捞不着好处。而且我一旦受伤，孟觉心也绝对不会放过杀我的机会，还是稍微忍一忍。鬼狮子，我就看在你的面子上，饶了这小子。
说叫疯狗，也没多疯吧？看来你这都是吹出来的。哎呀，汉宗主这就走了，慢走不送啊！宗主，我们继续吧，后面还有一些好的法宝原胚呢。下一件法宝，总共给这女魔头搞到了6件不错的法宝，我也因此提升到了炼气8层。这修炼速度说出去估计都没人信的。你今天帮我淘到了这么多法宝，还替本宗教训了恨天狂，以后你能在魔圣宗的地界做法宝商人了。真的？多谢宗主，多谢宗主。如果说我在魔门学到了什么，那就是永远不要相信任何人。一旦我威胁到了他的地位，将来他必杀我。我还是得尽快提升实力啊！法宝商人，我来了！终于远离了危险的女魔头，得到了在魔圣宗地界当法宝商人的机会，实现了一定程度的自由。唉，可之前在鬼市的时候，我虽然提升了修为，但灵石都被穆觉心这娘们给挣走了，导致我现在根本没钱收法宝原胚啊！哎，这里就是魔圣宗的法宝一条街，我可以看看有没有什么捡漏的机会。哎，这可是个宝贝啊，竟然被当做地摊货摆在这里，我要找机会拿下。哎，你好，这位师弟，在下李龙，法宝地摊商人一位。我这里啊，虽然没有什么顶尖的法宝，但也有一批不错的法宝原胚，您看看呗。我现在1分灵石都没有，不如先开一个挣点钱，这个原胚能小赚一点。哼，哎，老板，这个多少灵石啊？500上品灵石。哦，那开出来以后能在你这儿卖吗？可以。行。哎，小子，你没付钱那就珠宝啊，铸坏了怎么办？铸坏了，我10倍赔偿。这是上品法宝，价值3000上品灵石，平时开100个也开不出来一个呀。哎，老板，这个回收吗？回收，回收，当然回收。师弟，拿好，这是你除去成本的2500上品灵石。嘿，行，好嘞。哎，老板，再送我一件赠品吧。啊，你这小子真能占便宜。可以，但是你只能从最低级的原胚里选。哎，行，谢谢老板。我真正想要的，能开出灵宝的葫芦原胚，就在这堆最低级的原胚里。哼，好，那我就要这个，行吗？好嘞，来，师弟慢走，谢谢了。这可真是个好东西啊，至少价值5万上品灵石。哎呀，我要先吸收灵力提升修为，然后把灵宝卖了换成灵石，这样就可以成为一个法宝商人，变强不是梦。啊，炼气9层，我竟然突破到了炼气9层，距离传说中的初级大能只差1步之遥。这才几天啊，我的修为就马上筑基了。我这剑天神童体当真恐怖如斯啊！是时候找个法宝店，把这个原胚换成灵石，助我未来的修行了。哎呀，哎，嘿，嘿嘿，啊，哟，这不是我们魔圣宗最近大名鼎鼎的宗主内门弟子江晨燕江师弟吗？认识一下，我叫陆玲珑，是这家玲珑法宝店的老板。陆师姐好，我呀最近得到了宗主的授权，允许我在魔圣宗的地界经营法宝生意，所以啊特意前来问好。
那就恭喜江师弟了。陆师姐，这是我离开鬼市之前无意间淘到的葫芦法宝原胚，材料不错，准备卖了换成经商的本钱，你看能收多少？是块好料子，我可以出5000上品灵石，怎么样？竟然是灵宝，这最少价值5万上品灵石啊！江师弟，你也太神了吧！难道你真的和传说中一样，拥有通天的鉴宝本事？哎，陆师姐，我这都是侥幸，你看能收吗？收。不过江师弟，以后有好东西也都可以来我这里出，我一定高高的给价。给，这是5万上品灵石，你清点一下。没问题。既然如此啊，我就先走了。再会，陆师姐。再会。有了这些灵石，就先从宗门弟子聚集地收一些好的法宝原胚开始。这些弟子去外面探索秘境，都会得到一些法宝原胚，但他们都不舍得打开，想要以最稳妥的方式换成灵石，正好给了我收购的机会。不过在此之前，我需要购买一个上品的飞行御剑法宝，不然那些宗门弟子觉得我没实力，肯定不会和我交易。哟，这不是最近大名鼎鼎的江师弟吗？江师弟，你看我这块法宝原胚怎么样？看看我的吧，看看我的，别挤啊，看看我的，也不能全收好的，坏的也要收一点，不然一旦被人发觉我的体质太过神奇，一定会引来不必要的怀疑和忌疑。看我的，看我的，看我的！好好好，一个一个来，我全都要，全都要，好不好？哎，一个一个来，一个一个来，哎。哟，这不是最近名声大噪的鉴宝师江晨燕吗？你们是何人？我叫赤霄，老子告诉你，这周围弟子们手里的法宝原胚，都是老子负责收的。你小子胆儿挺肥呀，敢来抢老子生意！我可是穆宗主身旁的红人，你确定要和我作对？穆宗主肯定只是利用你罢了，我不相信他会真的保你。有本事你叫宗主大人过来呀！果然，这就是魔门的行事风格。即使得到宗主的同意，自己实力不够强大，还是会被人盯上。至于穆觉心这女魔头，也不在乎我会不会被人打残，只要我不死，还对她有利用价值就行。好在他们几个最高炼气5层，不是我的对手。我有宗主的同意，想去哪儿收去哪儿收。你们几个炼气4、5层的野狗也想拦我，可以试试。好小子，够狂吧！兄弟们，给我上，废了他的修为！现在还有意见吗？此子竟然是炼气9层的实力，恐不如斯啊！大哥，他不是刚从矿奴上来吗？怎么就炼气9层了？早知道他是炼气9层，我们招惹他干什么？他一拳就能震碎我的修为啊！哎，你要干什么？赶紧杀绝吧！你叫赤霄是吧？以后你还在这附近收法宝原胚？啊？为什么？你不杀我们？魔门一定利己，但不一定是杀。我要你收完法宝原胚之后，优先出货给我，可以做到吗？你是想让我们跑腿儿？怎么不可以吗？行，我们以后一定单独做马，任劳任怨。果然，在修仙界，强者为尊。行，滚吧！好，快走！再去一趟陆玲珑的法宝店吧，把我刚收的法宝原胚都卖出去。陆师姐，哎，江师弟，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陆师姐，看看这些胚子如何？江师弟，你的眼光太好了。
这里的原胚的卖相虽然有不好的，但大部分都是好的，感觉都能开出好法宝。江师弟，你这些是要珠宝的吗？还是直接卖原胚？这珠宝的话呢，可能会赚更多，也有可能血本无归哦。我有鉴宝神通体，能不能挣我还不知道吗？开了吧。这么多好法宝，江师弟，你赚大了呀！嘿，我的剑天神通体又发挥了作用，让我吸收了这些法宝的精魄，再转手卖了换成灵石，可以购买新的法宝，吸收精魄，提升修为。江师弟，这些加起来，我给你15万上品灵石。几千上品灵石瞬间变成15万上品灵石，这赚灵石的速度也太快了。嘿，果然离开了墓绝心，我就海阔天空任鸟飞。将来搞个法宝店，我还能赚得更快。迟早有一天，我会修炼到最强，成为真正的先帝，主宰自己的命运。15万上品灵石，中肯的价格，可以成交。江师弟，这里面是15万上品灵石，你清点一下。哎，陆师姐，这些灵石我也可以不要，但是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江师弟，你不会对姐姐我有意思吧？姐姐虽然是魔门弟子，但可单纯了呢。你要是主动一点，也不是没有可能。陆师姐，你想什么呢？我只是想开一家法宝店铺，没别的意思。臭师弟，姐姐就知道你不是真心的。不过你说想开个店铺，姐姐也确实有经验，可以帮你。不过开个店铺10万上品灵石出头就可以做到了。哎，姐姐没多收你的。哎，剩下的陆师姐收着吧，就当是辛苦费，以后合作的机会还多的是嘛。虽然防人之心不可无，但这陆师姐至少目前来说做的事都没毛病，不是没有合作的机会啊。那师姐就确实不公了。对了，机会正好，不如打探一下她的底细。哎，陆师姐，我还不知道你一介女子为什么要在魔门这里开店呢？我也知道魔门危险，要不是我爹是宗门长老，我怎么可能完好无损地站在这里？恐怕也早就尸骨无存了。我说呢，原来是仙二代啊！姐姐也想出这魔门，可是姐姐修为不高，出去也是死路一条，还不如待在这里算了。哎，江师弟，你为什么在这儿？我前几天还是灵矿里没日没夜挖矿的矿奴呢，现在好不容易得到修炼的机会，自然是努力修炼，得到尊严和自由。师弟好志气，那姐姐就祝你马到成功吧。那我就先告辞了，陆师姐，再会。再会。小美人，跑到没力气的时候，我就要给你好看了。小美人，我记得你是无双剑阁的苏青衣是吧？不好好在剑阁待着，竟然跑出来收法宝原胚，活该被我抓。不过看你长得这么漂亮，让我亲热亲热，我可以放你走啊！你无耻！我是误闯这里的，而且也把法宝原胚还给你了，放我离开！离开？这里可是魔门，要是落到其他魔门弟子手上，你可是要被炼成人形法宝的。你们魔门都是一群狗东西，你们都不是人。这就是修仙界的世道，你以为是世俗凡国呢？还有律法和道德保护你啊！这里如果没有实力，就要做我们的奴隶。放开我！放开我！没想到我的剑天神通体还能看穿他人体质，此女竟然是传说中的无双剑体，或许可以作为手下收服，助我突破炼气境，完成筑基啊！而根据剑天神通体的观察，这些敌人不过是炼气6、7层的杂鱼，根本不是我的对手。此时不出手，更待何时？住手！哪里来的野狗，竟然敢打扰你煞无痕爷爷？一看就是个底层蝼蚁，找死！兄弟们，给我上，把手脚废了，让他知道知道魔门弟子的手段。现在
你们还有话说吗？竟然是炼气巅峰！大哥，他竟然是炼气巅峰！我们惹不起啊！我们还是赶紧跑吧！没想到他修为这么高，他会杀了我们的！这事儿不能就这么算了，这女人是我的东西。小子，你叫什么？坐不更名，行不改姓，江晨彦。江晨彦，小子，你给我听着！我煞无痕能在这一片当法宝商人，可是有后台的。我爷爷宗门长老，筑基高手。你要确定要为了一个女人跟我拼命？哦，你是法宝商人，那事情就好办了。你要做什么？别紧张，你是法宝商人，应该有自己的法宝店吧？啊，那我就去你的法宝店里，跟你进行法宝原胚赌宝。他让你损失多少，我就用赚的灵石填补这个亏空。你觉得怎么样？又是一个自以为是的赌鬼，这样自以为气运逆天，以为自己是主角的人，我见得多了。好，我答应你。大哥，太好了！只要他来我们这赌宝，不怕他不亏到裤衩都不剩。是啊，炼气巅峰又如何？到时候在宗门里他欠了石头，我们就有理由请宗门长老出手灭杀他了。恩公，你可千万不要上了他们的当。这种赌宝生意我也听说过，风险极大。恩公万万不可为了我让自己身处险境。不愧是名门正道啊，这道德，这觉悟，甩这些魔门弟子几条街。我必须保护好这个单纯的无双剑体，不能让它成为别人的玩具。苏姑娘放心，在下自有分寸。那你一定要小心。呸！这女人还不是你的东西呢，你俩就卿卿我我。跟我走，去我的法宝店，我倒要看看你能不能赎回她。等会儿利用我的剑天神通体，一定要你的法宝店大出血，好好教训教训你。道友，请吧。这些果然是用来坑人。开到好法宝的概率极低不说，他肯定还会拿垃圾原胚上来。哼，稳赚不赔啊！这些吃人不吐骨头的魔门，今天我就要教训教训你们。哼，看完了吗？看好了。煞道友，你这些原胚打算怎么卖啊？这原胚一个是一个的价钱，看上去珠光宝气的，自然价格高；而面相一般的，自然就便宜。哈，那照你这么说的话，这个原胚应该就是卖的最贵的。这法宝也就外面看着好看，实际上就是个下品法宝，谁买谁吃亏。当然，这原胚这么漂亮，肯定能开出灵宝，到时候转手一卖就是10倍收益，甚至自己用，说不定也能大大提升战斗力。当然卖得贵。我还以为他多厉害呢，连这种常识都不懂。又一个自以为是的小白，这种人我一定要宰到你倾家荡产。煞道友啊，哎呀，其实我不太懂赌宝，不过我看你说的头头是道的，好像很懂啊。我能不能请教你几个问题啊？说。根据你的说法，你看这个玉簪也十分漂亮，而且闻起来也很香，是不是出极品法宝的概率很大呀？那当然，这也几乎是最贵的了。哦，至少要卖1万上品灵石。哦，什么呀，这么夸张了吧？这，哎，煞道友，那你看这个，表面看上去黑漆漆的，上面还有黑斑，是不是最不可能出极品法宝的那种？而且价格也是便宜的。当然，这块只要1000上品灵石。1000上品灵石，这么便宜啊！啊，那我就要这个了。啊，那我就要这个了。你确定？确定。如果开出来极品法宝，我好给你钱赎他身，不是？给他开。什么呀，这么贵？哎呀，这玉佩原胚又黑又小，而且还有黑斑，一看就是垃圾，这还用开吗？这小子图便宜买的，纯浪费自己灵石。哎，果然，修仙大道不是给这种眼界狭窄的人走的。哎，开出来了！
这是极品灵宝，他竟然开出极品灵宝，至少价值8万上品灵石啊！刚才我们还说这小子眼界狭窄，难道他才是天选之子？道感比我们都强。哎呀，竟然是这样，这怎么会呢？是啊，煞道友啊，你们这里收不收法宝啊？不收的话，我拿去别的地方卖，卖完也好给你钱赎人，不是？将师弟要卖，我岂有不收的道理？8万上品灵石给他。哎，等一下，这无双剑阁的女弟子刚才让你们损失了多少灵石啊？从我赚的里面扣。是你的，刚才坏了我的生意，让我损失了1万，不对，是3万灵石。好，那你就给我5万上品灵石，从此以后他就是我的人了。以后不许再骚扰他，否则下次动手，我可不客气。好吧，你们可以走了。嘿，谁说我要走了？我这手气正旺呢，还想再开几个元胚呢。这种毒宝不能上头啊！哎，修仙界不进则退，今天不多攒一点灵石，以后怎么得道成仙？恩公，我以后慢慢攒灵石，报答你的救命之恩。你不要继续躲，好不好？放心，我自有分寸。我还以为他是什么剑宝高手，如今看来他不过是个烂赌鬼罢了。看我玩死他！嘿，煞道友，你不会是不欢迎我吧？我们开法宝店的，自然没有拒绝的道理，是吧？刚才他不过是图便宜，继续赌下去，能把他吃的骨头渣都不剩。好，一言为定。煞道友，我想开你刚刚收上来的那批法宝元胚。可以，不过到时候你身无分文，可别哭啊。好，一言为定。哼，这么多人看着，他要是拒绝，和公开承认骗人有什么区别？所以他除了同意，别无选择。哎，煞道友，这些法宝元胚也没有像你所说的那种珠光宝气的表现，你想怎么卖？2000上品灵石一件。这种毫无表现的元胚，煞无痕也不敢明着漫天要价，否则传出去也没人来这里赌宝了。好，帮我开。我就是要他们亲手开出来好东西，再送给我，让他们的内心遭受折磨。哎呀，这已经是灵宝了，至少价值10万上品灵石啊！哎呀，煞道友，这法宝9万上品灵石卖给你，收不收啊？我收。好，那我还要这个那个，我全都要了，帮我开开吧。啊，全都是宝啊！天哪，这小子几乎100%开出灵宝，这是什么仙人在世吗？是啊，这一波就让他赚了快40万上品灵石，煞无痕殿亏大了。太精彩了，简直是神迹！今天的热闹没有白看。这家店以后别来了，好东西都被人家开走了。哎呀，煞道友，这是一块上品灵石，我想买你一个小储物袋。我想把刚才新开的法宝都装走，拿到别的地方去卖。哎，煞道友，你不会那么小气，连一个储物袋都不卖我吧？我不仅要开你的法宝元胚，我还要让你无钱可赚。给他拿储物袋。真神呐，开一个中一个，还全是灵宝，真是活仙人呐！就是嘛。谢了，煞道友。我们走。真是神了，他为什么开一个出一个？小子，你给我等着，这事儿没完。那这是2万上品灵石，你拿着这些回家吧，剩下的灵石够我的法宝店用了。恩公，你刚刚救了我的命，我怎么能再收你的灵石呢？拿着吧。
恩公，要不让我留在你的法宝店里工作吧？这些零食就当是工资了。这里可是魔门啊，你确定要留下来吗？我现在身上有伤，出去更危险，不如我去你那儿工作，等伤好了我再走。好。我的剑天神童体在无意中发动了他的无双剑体，竟然让我突破了炼级巅峰，踏入了筑基1层，成为了筑基。看来不只是宝物能让我提升修为，特殊体质的人也可以。香哥哥，我可以这么叫你吗？啊，可以。千一可以问一下，您刚才在笑什么吗？我没笑什么，我在笑你啊，是我的幸运星。说起来，我怎么感觉江哥哥的气势比刚才强大了许多，简直就像是筑基强者一样。那是因为啊，我已经突破到了筑基。恭喜江哥哥晋升筑基。拿着我的令牌去我的府邸。我啊，一会儿要去法宝商店，把刚才开出来的法宝全部给卖了。好，去吧。陆师姐，卖掉这些法宝之前，当然要吸收他们的精魄，助我修行。江师弟，你又从哪弄来那么多法宝啊？运气好，开来的而已。你看一下这些法宝能卖多少灵石？这些全部加起来，我给你40万上品灵石，怎么样？可以。江师弟，你这么照顾姐姐生意，姐姐都不好意思了。哎，对了，江师弟，你的法宝店我已经帮你选好位置了，跟我来吧。好，那就谢谢陆师姐了。哦，怎么样？还不错吧？这间铺子之前的老板不在了，所以铺子空了下来。不过风水还是很不错的。你过来之后啊，就可以直接拎包入住。确实不错。哎呀，辛苦了，陆师姐。什么话？以后啊，还是要互帮互助嘛。那我先走了。江老板，江老板，这是今天收的法宝原配，按照您之前的要求，都给您烧好送过来了。不错。不过，兄弟们的价钱嘛，有了赤霄他们，我收法宝原配的效率果然高了很多。嗨，放心，我肯定啊高高的给，亏待不了你们。谢谢江老板，谢谢江老板。哎，对了，明天啊，我这个店铺开业，你们几个都过来跟我帮帮忙。如果到时候愿意的话，可以在我这里当一个正式员工。工资呢，1个月100上品灵石的俸禄，外加法宝原配的提成，如何？100上品灵石，这俸禄水平也太高了吧！100上品灵石1个月，这俸禄水平也太高了吧！江老板，不，江大哥，我们愿意追随您啊！行，那你们就去忙吧。好，我继续给您收法宝原配去了。走，去吧。以后随着赤霄他们持续给我提供法宝原胚，我的法宝店规模甚至我的修为都会不断提升。如今我已经是筑基1层，用不了多久我就会继续变强，直到真正主宰自己的命运。先利用这些原胚变强一点吧。好，筑基1层，筑基2层，3层，满了。我的剑天神童体可以吸收法宝原胚中的精魄灵气，应该也能释放吧？试一下。果然，没想到我竟然可以自由操控原胚，想让它开出来灵宝就开出来，不想开就不开。传说中的剑天神童体真的太神了！吉时已到，准备开业。诸位道友，都来看一看喽！今日
珍宝坊开业大吉，快来看一看，看一看啊！感谢诸位道友今日前来捧场。我江晨彦宣布，今日珍宝坊里的所有法宝原胚统一500上品灵石1件，管开管回收啊！老板大喜，老板大喜啊！谢谢，大喜！祝老板修道顺利，鸿运齐天。谢谢。来，里面请。哎，来走！感谢，恭喜老板！恭喜！谢谢啊，谢谢，感谢诸位啊！来，里面请。哎，我们也进去吧。感谢各位道友光临，我这里面的法宝原胚都能开出极品法宝，随意挑选，随意挑选。啊，看一看，都给我让开！江道友，恭喜恭喜啊！煞道友，大驾光临，有何贵干？啊，说不上贵干，看江道友开业，过来捧捧场。怎么，江道友不欢迎啊？怎么会？当然欢迎。请。听说江道友法宝店里所有法宝原胚500上品灵石1件。是。这个人一看就不简单，应该是个鉴宝高手，被煞无痕带过来砸场子的。这个人就是大名鼎鼎的鉴宝专家鬼眼老人。啊，这鬼眼老人平常可是不屑于来这种地方开眼的，这今天一定是煞无痕花了大价钱才请过来的。怎么？江道友应该不会反悔了，不接待我们吧？哈，不好意思，我刚刚觉醒了自由吸收原胚灵气这能力，你现在找上门，不是找抽吗？自然没有拒客的道理。请吧。要是我没觉醒新能力，还真要被你搞了。可现在要丢脸的是你了。臭女人，给我住宝！哎，江道友不会是怕老子的？自然不会。为了表达敬意，我亲自为你助宝。江道友有心了。等会儿切出来灵宝，心疼死你！我一定要把我上次丢的面子和灵石通通找回来。哎呀，可惜了，煞道友，住垮了呀！不可能啊！不可能啊！我绝对没有看错，刚才那件法宝是有灵气的，怎么会开出废品？不会是你小子动了什么手脚吧？嘿，众目睽睽之下，我刚才所有的操作都被你们看在眼里，我上哪有机会动手脚呢？江老板说的有道理啊，我看他注入灵力的动作没问题啊。对呀，这灵力注入的很温和呀，没毛病啊。不会是鬼眼老人输不起，冤枉人家吧？这是赌不起。煞道友，还要继续吗？再开。行，那就请煞道友先结账，本店概不赊账。老子先开后付不行吗？煞道友，不好意思啊，我没有听清楚，你刚才说什么？我去，这江老板居然是个筑基大能，这灵力都碾压煞无痕了，简直恐怖如斯啊！哎，我听说江老板才开始修行不到1个月，之前是个炼气1层的矿奴，这才过了多久啊，就筑基了。平常人从炼气到筑基，至少也需要100年苦修啊！江老板这天赋，放眼整个修仙界，也是天下无敌呀！我看这江老板一定前途不可限量，咱们今天呐，算是沾了仙缘了。是啊！江老板，有话好好说，我付钱不行吗？有话好好说，我付钱不行吗？嚯，这鬼眼老人真有点东西，会跳，可惜遇到了我，他算是倒大霉了。啊，这次我亲自助宝。好，反正我的剑天神童体可以远程触发，你随便。这助废了。哎，
么呀？助废了这个！哎呀，这是500圣品灵石，再来！好。哎呦！哎呀，又废了一个，什么呀这是？再来！还来啊！会不会呀？到底？不可能！怎么一个法宝都开不出来？这奎爷老人是个什么废物啊！就算是我来开，也不至于全是垃圾吧？哎呀，就是这500上品灵石慢慢亏下去，这100年积累很快就会败完呀！傻公子，让我再开一个原胚，肯定能开出来灵宝。老头子，亏我那么相信你，你他妈就是一个废物，赔了我这么多家底！傻公子，我知道了，肯定是他故意坑人。他这些法宝原胚就没能开出来法宝的，全是废物。臭小子，竟敢在这魔圣宗前欺骗大家！你不怕得罪大家，等着被弄死吗？这里的法宝居然都是垃圾，怪不得龟岩老人开不出来法宝，想想都不合理啊！是啊，不合理啊这。沙道友，你一个炼器竟敢污蔑我筑基，信不信我随手就杀了你？我爹是宗门长老，你爹是筑基，我也是筑基，不服可以让他来给我碰一碰。狂妄！就算你杀了我，这里都是废品，这家店也开不了。好，那我就来给你证明证明。各位道友，刚才选好法宝原胚的，现在可以过来开宝了。他把垃圾挑走了，你们开出极品法宝的概率会很大哦。我来，我来，我选这个。好。哇！恭喜道友啊，开出了极品法宝，500上品灵石，秒变2万，道友血赚呐！恭喜！哎呀，谢谢老板，谢谢老板。来下一个，哎，我来，我就开这一个4阳方尊。好。哇！哎呦，赚了赚了！恭喜道友，恭喜道友啊！感谢呀！哎呀，下一个。好。哎呀，恭喜恭喜！恭喜道友啊！恭喜恭喜！来，该我了。好。哎呦，恭喜恭喜！好运气啊！恭喜恭喜！兄弟们，看见了吗？江老板的珍宝房里全是好东西，以后大家都可以来这儿赌宝。是啊是啊，我这辈子还没像今天一样赚过灵石呢，没想到我也走机缘了。各位啊，都要感谢沙道友带过来的鬼眼老人，帮你们把垃圾都挑走了，不是？哎呀，是啊，感谢道友，感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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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晨夜，我等着。怎么？你要报复我？30年河东，30年河西，莫欺少年穷。我们来日方长。不好意思啊，我这人喜欢斩草除根，不留后患。哎呀，刚才一波法宝原胚让我提升到了筑基6层，真的太快了。现在的我还真不怕什么宗门长老。这江老板太果断了，长老之子说杀就杀，不给对方一点报复机会啊！太狠了，这才是我们魔门弟子的行事风格。大家说对不对啊？是啊是啊。谁动我儿？长老来了。我儿命逐熄灭，定位于此。是谁？杀了老夫的儿子啊！是谁杀了老夫的儿子啊？筑基4层也敢在我面前放肆，找死！就是你杀了老夫的儿子，黄口小儿还敢在老夫面前猖狂！今日，且看老夫如何镇杀你！有种你就试试！哇，不得了了！江老板连宗门长老都秒杀了！哎呀，太狠了，
太牛了，这也。江哥哥，你这杀了宗门的长老，不会有事儿吧？不会，你呀，不了解魔门的行事风格，个人仇杀是不用负责任的，整个宗门啊，包括宗主都不会追究，反而是现在出了我这样一个强者，对整个宗门来说，这都是好事。走了，晚上我摆宴席，庆祝我们开店大卖。好，哎，好。诸位，今日啊，感谢各位道友的帮忙，小菜小饭不胜敬意，来，干杯！来，吃，吃饭。谁？这是给我的信。发生什么事了？是我的弟弟陆云，他这些年一直在外历练，路过血河宗地界的极乐坊的时候，看到了一只法宝簪子，想要给我带回来，结果被人设了毒宝的局。血河宗的人？这极乐坊的老板是恨长生，他是血河宗的少主，我惹不起啊。陆师姐，你爹不是宗门长老吗？不能摆平。我爹，他是长老，他根本就是个混蛋。这些年做事只看利益不看感情，我从小就教育弟弟做事一定要光明磊落，但是他跟父亲决裂了，我父亲他是不会为了他的儿子踏入血河宗的地盘的。那个，你们先吃着，我先去筹钱，没有50万上品灵石，对方一定会杀了我弟弟的。哎，陆师姐，你的灵石够吗？我这些年也就攒下了20万上品灵石，剩下的我再想办法凑一凑吧。我们今天赚了多少？30万左右的上品灵石。行，你就把它拿过来，全部给陆师姐。好。你就把它拿过来，全部给陆师姐。好。不是哥们儿，这还是魔门吗？怎么一个个行事都这么正义啊？江师弟，大恩不言谢，此后我定会登门报答。明天我跟你一块儿去吧。你也要去吗？我现在好歹也是筑基期，去了能有个照应。早就听说血河宗的极乐坊里有很多不可多得的宝贝，肯定能助我修行，我一定要去。那好吧。参见宗主。小江，听说你开了个法宝店，上交了不少灵石，说吧，今日来所谓何事？是这样的，宗主，陆师姐的弟弟被血河宗极乐坊绑架，所以前来求你帮忙。原来是这样，不过我还不能出手。第一，极乐坊的老板是恨长生，他是血河宗宗主恨天狂的儿子，我向来和恨天狂不对付，我一旦出手，必将引起宗门大战。第二，你还不配我出手。果然，在他心中，我还没有那么高的价值。宗主，我有一计，听我细细道来。哦，我们可以。原来如此，那我的确可以出手。谢宗主。陆师姐，江师弟，我们快走吧，极乐坊不远，就在魔圣宗和血河宗的交界处。好，走。什么人？来玩的还是干什么？来赎人的，我们找魔圣宗长老之子陆云。哦，你说那个一根筋的白痴啊？你有印象，进去吧。今天不把钱拿过来，弄死！弟弟，恨长生，你好狠的心啊！我明没说不来赎人，
怎么把人打成这样？这就是我们魔门的行事风格。这小子嘴臭，喜欢骂我们，不给他舌头割了，就算给你面子了。恨少主是吧？啊，这是赎金。弟弟小心，我们回家。等等，江师弟，你还有什么事吗？我刚才看到极乐坊的门口甚是热闹，古筝、琵琶、美酒、美人、赌宝，这么多项目，我也想感受感受啊。江师弟，那个你有什么事，咱们下次再说好不好？下次。女人，给老子闭嘴！你，哈哈哈哈！江道友想玩，可以啊，我带你下去玩2把。恨少主，我啊喜欢玩大的。哈哈哈哈！我也喜欢玩大的。江道友，我带你体验体验我们这里的特色项目——赌宝。哼，嗯。听说了吗？魔圣宗的人到血河宗的地盘来赎人，还赌上宝了。这下有好戏看了。是啊，这次不知道谁能笑到最后。江道友以前应该赌过宝，知道规矩吧？知道。好。我们拿法宝原胚赌能不能出宝，这场出宝的赔率是1比10，不出宝的赔率是1比3，请下注吧。刚上来就给个这么简单的，应该是想让我先尝到甜头，那我就不客气了。这是我身上目前全部的身价，30万上品灵石，请。哼，爽快，给他注宝。姐姐，快劝劝你这位朋友，我当初就是这样上当的。他前面先给你点甜头，后面再狠狠的宰你。江师弟，你可千万不能上头啊！放心，我自有分寸。去，在赌场哪有劝人别赌的道理？再多言就滚出去！开了，是上品法宝。恭喜江道友猜中。按照赔率，你现在有300万上品灵石了。哎，这辛辛苦苦攒灵石，就是没有一波梭哈赚得多哈。江师弟，这300万上品灵石已经足够多了，要不我们见好就收吧。哎，这才拿到哪？来，继续。哈哈哈哈！我就喜欢江道友的行事风格。来吧。继续，身为血河宗的少宗主，我这里的灵石多到数不完，就等着江道友取走呢。江道友，请吧。还是老赔率，出宝1比10，不出宝1比3，请压住吧。哼，又拿甜头给我吃，这一看就是不出货的样子。不过，既然你给我尝了甜头，我自然不会客气。我赌啊，不出货。继续，300万，全压。又全压？这小子疯了吧？哪有这样赌的呀？是啊，别看他灵石赚得快，只要输这一次，就家产全无了。哈哈哈哈！江道友爽快，给他注宝。哈哈哈哈！好，恭喜江道友又猜中了，300万上品灵石变成了900万上品灵石。900万呐！又让这小子猜中了。是啊，900万呐，那可够修炼一辈子了。这么庞大的灵石数量，说不定抵得上法宝的效果。让我提升修为试试。筑基7层、8层、9层，巅峰！我竟然一举冲到筑基巅峰！哼，这可要多谢他们了。是我的错觉吧？我怎么感觉他变强了？身体里的气势好恐怖。不管了，我爹可是血河宗宗主，我怕谁啊？继续，下一个一定让他死。这件玉玺就难猜了。不知江道友敢不敢试一下？赔率是多少？不出宝的赔率是1比1，
出宝的赔率是1比100。这种原胚上面带着黑色斑点，明显是刚从秘境里带出来的原胚，还未用灵水清洗，根本看不出来任何表现，毒性极大。不过我有神眼啊！不错，里面竟然真的有彩色，看来这次要翻100倍。什么？1比100？这么高的赔率，那还说啥？我直接压出宝。他也太蠢了吧！这么丑的原胚，一看就出不了宝。是啊，他只看赔率，不看原胚表现，这不纯纯的傻蛋吗？可惜了，我身上灵石啊太少了。哎，恨少主，你有没有什么获得灵石的法子？呵呵，当然有。来人！这是借贷灵契，签了的，我给你灵石。行，那我借1100万灵石，加上我手里的900万灵石，凑个2000万。等一下，江师弟，你可千万不能借贷啊！血河宗是不会放过你的。放心，我自有计划。他好像没有上头的意思，难道这一切都在他的计划之中？来吧，我们继续。100倍的赔率，给我中！这个法宝原胚，我已经找过很多鉴宝大师看过，根本出不了宝。我再把它伪装成没清洗的刚出来的原胚，让他抱有侥幸心理，只要他上当，定让他输得生死道消。小子，魔门的坑你把握不住。哈哈哈哈哈！没出，江晨燕，你完蛋了！哎呦，这小子倒大霉了，这下骨头都要赔出去了。哎呀，这画面太残忍，不忍直视啊！江师弟，你先走，灵石的事情我来想办法。哼，他欠我1100万灵石，你能有什么办法？今天你们都要留下来。稍等。恨少主，你有没有听说过一种特殊的法宝，就是需要更多的灵力注入的那种？你的意思是这原胚没废还能出宝？没错，不但可以出宝，而且可以出无上灵宝。这是无上灵宝啊，价值不可限量。我今天竟然看见无上灵宝了，这种东西有几千万上品灵石也不一定能买得了。什么？这个垃圾是无上灵宝？这怎么可能？不愧是无上灵宝啊，竟然让我直接突破了筑基巅峰，成了结丹境强者。我终于和穆觉心站在同一境界了。恨少主啊，按照赔率，我的2000万上品灵石翻上100倍，那就是20亿，你该给我了。20亿上品灵石，整个血河宗也没有这么多灵石吧？是啊，这恐怕得更高级的魔门才能拿得出来呀。恨少主啊，这20亿，难道你想赖账？妈的，你敢跟我要灵石？兄弟们，上，弄死他！少主，他是结丹境强者。这可是结丹境强者，就连宗主也才是结丹境中期。这小子这么年轻，竟然这么强大！什么？他是结丹境？完了！不给，今天就让你生死道消！谁要杀了我儿？父亲，幸好你今天来极乐坊，要不然儿子今天就死在这儿了。小子，没想到你已经是结丹境强者，此子需要杀了，以绝后患。想杀我？
没那么简单。是谁要杀我宗弟子？穆觉心，你今日前来，怕不是为了我的极乐方吧？愿赌服输。血河宗欠了我宗弟子20亿上等灵石，今天如若不交出来，就宗门大战吧。父亲，他们一个结丹初期，一个结丹中期，真打起来，我们占不到便宜啊！我极乐方美女、美酒、法宝原培无数，足以价值数亿。你们就先拿去抵债吧，剩下的以后再说。如果你们还不同意，就鱼死网破吧。哎，恨宗主的面子我是肯定要给的。那咱们可就说好了，恨天狂修为目前还是比我高，真打起来，万一盯着我打和我一换一就坏了，我不能冒这个险。从今日开始，我极乐方便是你们的地盘了。我们走。走。小江，这才过去多久，你都结丹初期了，是不是有什么机缘呢？这个女魔头，哼，拷打上我了，没办法，先稳住她吧。宗主啊，我江晨燕的一切都是您赐予我的，地盘再大也是魔圣宗的地盘，这个实力再强也是您的手下，不是？嗨，这是今天赢的几千万上品灵石，您先收着，以后啊，我再给您更多。哎，这小子倒是懂事，挑不出来毛病。是呀，这一天就给了几千万，这以后就是我们魔圣宗的财神爷，此子万万杀不得。那你就继续留在这儿了，以后可以多来找本宗说话，本宗给你把茶水备好。好，走吧。谢谢宗主。穆觉心这关算是过了，我目前对他还有用，他不会对我怎么样。但我得尽快提升到结丹中期甚至后期，才能让自己彻底安全。江师弟，今天谢谢你救了我弟弟的命，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你了。我也一样。江师弟，你以后有任何事情都可以找我，我一定在所不辞。我也一样。嘿，好了好了，这以后啊，这极乐方也算是咱们地盘了。你们啊，先去休息吧。啊，是。慢点。听说这极乐方里有个法宝宝库，这里面全都是好东西，正好可以用剑天神童体修行。可恶的江晨燕，竟然夺了我的极乐方，我与你势不两立！终于吸收完极乐方的法宝后，我提升到了结丹前中期。如今的我，现在已经和穆觉心同样的境界，他再也没有办法利用我。若现在我还不用着急去找博圣宗复仇，等我的实力提升到了元婴境，他自然会臣服于我。所以现在最重要的是，就得去找到更多高品质的法宝，继续提升自己的修为。进来。江师弟，修行累了吧？我呀，给你带点水果来。哎，最近魔门有什么大事吗？哎，你别说，还真有一件。邪元老祖你知道吗？就是那个邪元殿的老祖，化神大能，实力超凡，为人呢更是狠辣。他最近啊得到了一块法宝原胚，据说非常多的鉴宝大师来鉴定，能开出至尊灵宝，价值不可估量。不过就是因为这样，他一直没敢找人助宝。你的意思是，我可以趁机
去替他助保。对了，我有剑天神同体，倒是可以在保护灵宝的前提下完美助保。江师弟，经过这么久的相处，我知道你是鉴宝的大师，但是最关键的是，这个邪元老祖他在底发鉴宝帖，说是谁能帮他助出宝来，就把常年混战没有主人的赤龙灵矿交给他。赤龙灵矿？赤龙灵矿啊，这个赤龙灵矿啊，虽然没有主人，但是它产出的灵石品质极高，它对个人和宗门的发展都有好处。最关键的是，邪元老祖还会提供庇护。确实啊，是时候该开山立派，创建自己的势力，和穆决心还有恨天狂平起平坐了。而且利用邪元老祖的至尊灵宝，我也可以突破到结丹后期，甚至一举突破到元婴境界。好，这宴我付了。穆决心得知这个消息，应该也会来找我，作为他的手下去给邪元老祖鉴宝。不过这次我要为自己而战了。爹，怎么办啊？我极乐坊里那么多灵石、美酒、美女，都是我这么多年精心收集的，难道都便宜了江晨燕那小子吗？哼，人家才用了那么短的时间，就从一个练气1层的矿奴变成现在的结丹高手，和你爹我不相上下。你怎么不能像人家一样修炼？这修仙界说白了，还是看上我拳头硬，打不过再气也没有用。爹，那小子天赋如此逆天，将来超过我们了，岂不是要随手灭我们的门啊？事到如今，只能去找邪元老祖了。只要我们和邪元老祖鉴宝，得到赤龙灵矿和他老人家的庇护，到时候我们就可以覆灭神宗。我要让穆决心那个女人和江晨燕那小子死！去，找邪燕来，我们去邪元殿赴宴。是。江晨燕呢？让他出来。穆宗主，江哥哥他说有事出去了，说几天后才能回来。穆宗主，我们还要继续等吗？走吧。哎。哟，这不是穆决心养的那条狗吗？怎么自己来了？穆决心抛弃你啦？哟，穆宗主，好久不见呐！怎么不要这条狗了？用着不顺手啊？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命运的权利啊！我明白了，你是自己来参加这次鉴宝的，你也想要赤龙灵矿？我劝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小心生死道消。这穆决心的语气里带着对我的杀意，估计是在怨恨我的叛逃脱离行为吧。不过可惜，我的实力已经不怕他们了，而这场鉴宝会一定能让我变得更强。恨宗主啊，赌场过后，你还是习惯用嘴鉴宝啊？今天我期待你的表现。鼠子狂妄！这里可是邪元老祖的地方，我们万万不可动手。等到时候我们掌握了赤龙灵矿，再杀他也不迟。小子，你等着，你的好时候快到了。哎，邪元老祖何时出现的？在座的竟没一个人发现啊！不愧是邪元老祖，化神境界的大能，不是我等的凡夫俗子可以看透的呀。感谢诸位今日前来，给我邪元一个面子。今日我布下3道考验，最后谁能走到最后，也能拿到赤龙灵矿以及我给的庇佑。这第1道考验，请各位道友从前面的桌子上，在桌上的法宝原胚中任选一样，
最后比拼价格，谁的价格最高，谁赢。哼，小子，怎么不选呢？是不是没见过这么大的场面啊？怕了？哦，也对，你之前啊只是一个矿奴。恨宗主啊，你修炼了一辈子，连鉴宝能力还不如一个矿奴，就连修为也快被赶上了。要不等我修为超过你，然后让你来我的赤龙灵矿当矿奴呢？鼠子，你徇私有道！谁再动手，我杀了谁。老祖，我错了，你再给我一个机会啊！江师弟，你可得小心点。这恨天狂旁边的那个人叫邪眼，他是有点鉴宝本事在身的。这穆觉仙带来的人叫血童，他也是个鉴宝大师，你一定得小心。放心，我不会输。不愧是邪元老祖啊，这一个个法宝原胚都是极品料子。不过其中最好的嘛，嘿嘿，就这个了。我选幽冥实心匕首无上灵宝。小子，你就选这么一个破匕首，是不是没有灵石买好的这些法宝原胚啊？这样，你跪下给我磕几个响头，叫几声爷爷，我来借给你，如何呀？恨宗主啊，我的匕首再烂，也比你选的垃圾强。你敢说我选的是垃圾？找死！可恶，邪元老祖在，我还不能动手。妈的，迟早要这小子好看。恨宗主啊，你既然这么看不上我选的法宝原胚，不如我们来比一场，怎么样？赌什么？就赌谁开出来的法宝更贵。如果我赢了，你就得花10倍的价格给他买回去。那如果输了呢？我100倍还你啊！好，你有那么多的灵石吗？这可是100倍赌注。嘿呀，恨宗主啊，你难道忘了贵宗的极乐方还在我的手上呢？好，小子，老夫跟你赌。老祖，小辈江晨彦恳请邪元老祖见证赌约。这小子这么自信，这个匕首能出好宝贝，就连老夫都觉得这匕首品相一般呐，真有意思啊！好，我来作证，如果这小子真有本事，我那块至尊灵宝让他住也不错。邪元老祖怎么也掺和进来了？这小子不会真胸有成竹吧？恨宗主啊，你该不会是怕了吧？我怕个屁！给我开！魔圣宗20万上品灵石，血河宗24万上品灵石。目前法宝价值最高者，血河宗宗主。穆宗主，看样子你找的鉴宝师不如我的呀。小子，现在也该测试你这个破烂匕首了吧？别忘了你刚才说的话。没忘。那就好，我劝你还是提前准备那2400万灵石吧。什么？这是仅次于至尊灵宝的无上灵宝，幽冥辅心笔，至少价值500万上品灵石啊！什么？无上灵宝？这东西在我们宗门可是很罕见的呀！今日可真是来对了。这无上灵宝可是元婴境界使用的法宝，对我们这种结丹来说，有灵石也难以买到啊！恨宗主，我们刚才的赌约是什么来着？哦，10倍价格。恨宗主得拿5000万上品灵石来买我这个法宝了。你想反悔？不敢。不敢就好。当初你们请我来做赌约见证，怎么现在不认账了？老祖，可是5000万上品灵石，我实在是拿不出来哦。
那你就去死吧！老左，我愿意用底蕴还债。不错，确实是价值5000万的上品灵石。小贝，你拿去吧。谢谢老左。下面我宣布，穆决心、恨天狂、江晨彦进入第2层。在第2层中，我要考验你们现场铸宝的实力。你们各自挑选品相相近的原胚，谁铸出来的法宝价格最高，谁就进入第3轮。小子，这铸宝可不像炼宝，这得有很深的经验。你还这么年轻，你还是认输滚蛋吧。恨宗主啊，你的嘴还是那么硬，你拭目以待。江师弟，这次比的是铸宝，保险起见，我们就选择那些成色较好呢，构造简单的物件比较保险。按理来说，确实应该这样，但我有剑天神通体啊，从来不怕铸宝出错，那自然是选择价值最高的原配。就这个价值最高。等一下，小师弟，这可是为期原胚啊！这为期原胚可是所有法宝里面最难铸的。这为期原胚里面一共有361颗棋子，其中黑子181颗，白子180颗，每一颗都要注入灵力。但凡出错1颗，整个法宝都毁了。小子，你干什么？你竟敢选这围棋法宝？这可是元婴化神境界的铸宝师才有自信铸的法宝，你小子凭什么？宗主，这种年轻天才我可见多了，每一个都自以为是，到最后下场非常惨。小子，你不会真的以为自己是什么鉴宝天才吧？我呢，见过很多天才，但他们都叫我天才。老左，我就选这个了。这小子如此自信，难道是在扮猪吃老虎？炫技来了吗？穆宗主选的原胚，看来跟我差不多呀。这次我们胜负难分了。又是无上灵宝，这可是为极为无上灵宝啊，含金量比上一个还高。就是，这小子也太神了吧！他怎么做到的？简直不可思议呀！哎呀，恨宗主啊，你不是说拭目以待吗？现在这怎么说？现在我宣布，只有江晨彦进入第3轮，可以开启我的至尊灵宝。小子，你要是铸造赢了，我可以给你赤龙灵矿，还给你我的庇护。要是铸坏了，就生死道消，可否明白呀？明白。来吧。还不一定能铸好，万一出了差错，他就死了。废物，闭嘴吧你！你是真的傻。这把宝剑不愧是至尊灵宝，浑身充满着黑暗气息，应该啊，只有化神境才能将它驾驭。这种神剑一旦出世，肯定会引起风云变化。今天有好东西看了。什么？哎呀，好紧张啊！这可是至尊灵宝的出世过程。若是我能从中感悟些什么，指不定啊，我可以突破桎梏。是啊，哎呀，今天这场鉴宝大会对于我等来说，也是一场造化呀。老左，这原胚我铸不了。小子，什么意思？莫非你不敢开了？是我看错他了吗？难道这小子的道心如此坚定？哎，你这小子在搞什么？还开不开了？是啊，这时候不会怂了吧？有没有搞错呀？小子，你早点认输不就好了吗？这还耽误大家的时间。我看你小子也就会这么多，等死吧。老左，这个原胚并非我江某开不了，而是
邪物废料，里面充满煞气，是拿法宝原胚做出来的陷阱。什么？陷阱？小子，话可不能乱说，否则我杀了你！老左，你若是不信，可以现场助保，到时候自然就知道我说的话得到印证。好，要是铸出来的法宝跟你说的不一样，那我就亲手把你炼成法宝。好。有没有一种可能，这江晨燕说的是真的？这把宝剑那就是个陷阱？应该不会吧？谁这么大胆子，敢这么对邪元老祖啊？不好，这是幽冥元气，我等这能力处之即死。他说的竟然是真的，我们快跑！诸位且慢，让老夫来处理。多亏了有邪元老祖啊，不然我们就危险了。是啊，这幽冥之气也太可怕了，是谁敢下如此毒手啊？哎，诸位不要谢我，这要感谢江小辈提前提醒，否则老夫也会因助保身受重伤。不过是100年前收的一个徒儿罢了，我还以为他要把这把宝剑送给我做贺礼，没想到已经背叛了，想要我的命。现在是怕他已经投奔了我的敌人了。罢了，今天鉴宝会不提这些伤心事。江小辈，虽然我的宝贝你没有炼造出来，但是算你赢了。感谢老祖。从今往后，这赤龙灵矿就是你的地盘。还有，你可以开宗立派，我也会给你我的庇护。感谢老祖。哎，可惜呀，今天没有至尊灵宝现世，没让我突破到元婴。凭借前2场罕见的无上灵宝，已经让我从结丹中期提升到了结丹巅峰。如今木决心和恨天狂加起来都不是我的对手。哼，是时候开宗立派了。老祖，我想开宗立派，取名未央宝城，意指收集天下灵宝。有了宗门，以后行事也方便多了。嘿嘿，都给我去收集天下宝物，供我修炼。嘿嘿，哈哈哈哈哈！好，主意不错。老祖，没什么事的话，在下就先行告退，先去处理一下立派事宜。刚才我给你的奖励是你应得的，但是你救我之恩，我还没有感谢你呢。跟我来吧，我可以带你去邪元宝库，你可以选取一件功法和法器，你可以随意挑选。多谢老祖。老祖，这里什么情况？江小辈，你别担心，老夫是不会害你的。这些惨叫声是来自于邪元殿其他弟子。那他们犯了什么事了？嘿，这谁知道？可能是得罪了某位长老，也可能是修炼时间长了，失去了被宗门培养的价值。所以他们就被关在了宝库里了，被修炼成了法宝。我们向来如此。小贝啊，你可要好好修炼，别步了他们的后尘呐。好。魔门当真恐怖，我目前的修为虽然已经到了结丹巅峰，但还远远不够，必须变得更强，否则迟早被更强者斩杀。小贝，这里的宝贝可以随便挑一个带走。
这里有化神期的灵气、灵扇和灵剑。哦，哎，这是天阶法宝大荒神灵剑，比无上灵宝还高一级的天阶至宝，竟然被当作普通灵剑放在这里，简直是暴殄天物啊！我一定要将其捡漏收下。哎，老左，我可以要这把剑吗？这把，这把剑名叫大荒神灵剑。哦，是当年我们邪元殿攻打无双神殿的战利品。不过嘛，品阶不高，只能算是元婴期的无上灵宝。你确定要它？品阶低，这明明是天阶至宝，是炼虚期修士使用的法宝，比邪元老祖的境界还高一级呢。我一定要得到。确定。好，那这把剑就归你了。多谢老左。哎，走吧，我们去藏经阁，你可以随意挑选一部功法带走。好，哦，你挑选吧。作为过来人，老夫建议你不要挑选攻击功法，也不要挑选防御功法。挑选一部修炼心法最佳，这种心法最为稀有。哎，等等，这不是普通心法，这是太初归虚道典，是先帝心法。这邪元殿里竟然拥有传说中的先帝心法。哎，可惜呀，是残缺版本，无法修炼。哎，不对，我的剑天神通体竟然可以超越因果，可以看到完整版的太初归虚道典。修仙界的先帝是万亿修仙者的巅峰，每个先帝都能扭转因果，创造乾坤，他们的心法修炼起来，前途不可限量啊！老左，我选这本功法。你确定要这本？是，有什么问题吗？这本功法我以前看过，很有意思。此心法非修天道，专练万物归虚之气。心法每运转一次，即是一次变强。此功法练到小成，即可吸收万物灵气，在战斗中直接吞噬对方修为。哦，有点像传说中归虚先帝的太初归虚道典。可惜啊，这可是残本，最多帮你到元婴期，剩下的就只能是耗费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对普通人来说确实是这样，但我的剑天神童体可以直接看到完整的太初归虚道典，根本不怕是残本。你确定要这本？我确定。哎，有了太荒神灵剑太初归虚道典，我一举突破元婴不是梦，未来更是天下无敌。那在下就先告退了，日后一定带着重礼前来答谢。好，你去吧。是。
哎，不愧是大荒神灵剑，让我突破了元婴初期，弥补了上次鉴宝大会的遗憾。现在的我，抬手之间就能秒杀穆觉心和恨天狂。太初归虚到点，我已经修炼至大成。先帝心法太过强大，再加上大荒神灵剑，现在随便一个元婴巅峰的人，我都能一战。这种强大的感觉很不错。不过现在我也不是绝对的安全，那个邪元老祖我就不一定能打过。继续变强。进。江师弟，现在该叫城主大人了。城主大人，我给你带了仙果过来。玲珑啊，你跟我跟得最早，不如你就当我们未央宝城的副城主如何？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多谢城主大人。玲珑啊，最近有没有什么风声？我想打探打探关于至尊灵宝的消息。我听说魔圣宗的穆觉心宗主说是对你开宗立派的行为很生气，在宗门里说要讨伐你，但是因为碍于邪元老祖的庇护，所以未曾动手。哼，他应该还不知道我现在已经是元婴境了，他区区一个结丹境也想讨伐我，笑话！不如我亲自去魔圣宗了却过往的恩怨。不过我几年前倒是听过一个关于穆觉心的传闻。什么传闻？据说这个穆觉心他前几年得到了一件至尊灵宝，但是因为自身修为不够，所以藏起来了，未曾动用。还有这样的传闻？正好我想要至尊灵宝，他自己就送上门了。哼，我们走。既然穆觉心想要见我，那我就亲自去见他。那城主大人需要带手下吗？哼，不用，我一人足矣。城主大人不愧是元婴期的强者，整个魔圣宗都不够城主大人打的。哼。恭送城主大人。你是谁？竟敢擅闯魔圣宗，扰乱宗主清梦，找死！我是谁，你还不够资格知道。你到底是谁？别过来！他的修为好强大，境界不是我等能看得清的。快去请宗主大人！是谁要伤我护卫？找死！是我。怎么，不认识我了吗？穆宗主。是你，江晨彦，魔圣宗的叛徒，怎么敢闯我宫殿？穆宗主啊，你怎么也说出了如此天真的话？魔门不就是彼此背叛，这才是处世之道啊！再说了，我在魔圣宗当了3年的矿奴，难道不该报仇吗？小江啊，叫我未央城主，杀了他！是。无知小辈，何必让他们送死？你现在竟然变得如此之强，我应该早点杀了你，或者就不该放你自由。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我所得到的一切都是我自己争取来的，跟你没有任何关系。宗主，我来。
你是谁？我是魔圣宗副宗主厉天霄。小子，你不过是我们魔圣宗的矿奴罢了，竟然如此猖狂！哼！现在跪下，给爷爷我磕2个头，我还能饶你一命。庶子，你笑什么？我笑啊，你死到临头还挺幽默。你到底做了什么？我做什么？我什么都没做，只不过是你灵力太差。你到底是谁？我是杀你的人。还有谁？庶子竟敢残杀我宗副宗主！你现在掉头就走，我们可以饶你一命，不然怎样？啊，好高的修为，这比宗主还强啊！我宗竟出现如此之人，此子如此年轻，修为恐怖如斯啊！如此年轻，修为恐怖如斯啊！我等拜见未央城主。江城主，刚才都是误会，我们也没啥事儿，就是路过。对，就是走，快走，过来。你们这4个老东西，平时吃着供奉，现在用到你们了，却投降敌人。宗主，这副宗主都被一击秒杀了，我们这些长老能怎么办啊？是啊，我们这几个蝼蚁根本不够人家杀呀，要不您来？江晨燕，最后给你一次机会，现在认错投降，我还能让你加入魔圣宗，到时候让你当我们魔圣宗的副宗主，这是我最大的让步，不要给脸不要脸。我就给脸不要脸了，哼！你能拿我怎样？不过结丹中期，就算你修为提升快又如何？你年纪小，资历浅，怎敢与我100年修为相比？结丹中期，你竟然以为我是结丹中期？你不是结丹中期是什么？你在嘴硬什么？别逼我使出杀招，到时候你必死无疑。哦，什么杀招啊？出来吧，幽谷凝元珠！啊，这竟然是幽谷凝元珠，真的是凝元珠，这可是传说中的至尊灵宝。化神期修士才能使用的武器啊！啊！没想到传说是真的，我们宗主真的藏了如此法宝。按理来说，结丹中期的宗主根本用不了这等宝贝，显然是被江晨燕逼急了，用了本源之力强行催动法宝，和他拼命。没想到传闻是真的，你真的有至尊灵宝，哼，真是得来全不费工夫。现在至尊灵宝现世，你还不跪下来认错投降？再放肆，本尊就让你生死道消！你一个结丹中期，拿着一个化神期的法宝，就想让我投降啊？怎么，你还有后招？怎么会没有呢？大荒神灵剑，出！天阶，这他妈是天阶灵宝，炼虚期修士的法宝啊！这根本就不是我们这个层次可以接触的。哎呀，就算是邪元老祖来了，也没有这玩意儿啊！是啊，他到底是从哪里弄来的？而且他一个结丹中期，怎么可以用炼虚期法宝？谁说我是结丹中期了？我操，他是元婴期！我宗这么多年都没出过元婴，他才几个月，区从一个矿奴变成元婴大能啊！此子恐怖如斯啊！你是结丹中期，拿着化神期的武器，而我是元婴初期，拿着炼虚期的法宝。怎么，你还有话说吗？再无话说，速速动手吧！好，有骨气，那就来吧！
东西可不能浪费了。舒服，又突破到元婴中期了。这幽谷灵元珠真不愧是至尊灵宝。我没看错吧？他的气质是不是又提高了？这给人的感觉好像是元婴中期了。能在战斗中继续变强，这也太逆天了吧！竟然能强到这个地步！哼，现在轮到我给你一个机会了。我未央城刚成立不久，正好缺人手。你若是带着魔圣宗的人融入我城，我就可以给你一条活路，顺便给你一个未央城宗门长老的位置。若你要是不识好歹，那只有死路一条。宗主，识时务者为俊杰，这是死是活，就看您下一句话了。宗主，我等原本是结丹初期小门派，现在融入江城主门下，有了元婴的庇护，未来无可限量了。哎呀，对呀，是啊，我们修炼不就是为了变强、长生活下去吗？现在机会就在眼前。本尊穆决心拜见未央城主，我愿带领魔宗上上下下给城主做牛做马，在所不辞。好啊，以后让这么多人给我当苦力，去搜集天下法宝原胚，这样效率比我一个人高多了。搜宝的效率高，我变强的效率就高，收服魔圣宗，稳赚不赔。来，快请起。好，很好。从今以后，你就是我未央城的宗门长老了。是，城主大人。收服魔圣宗，我依靠着幽谷凝元珠进化到了元婴中期，是时候寻找下一个至尊灵宝了。穆决心，城主，属下在。我这个人呢，喜欢收集法宝，你还知不知道其他至尊灵宝的情报？城主，属下倒想起一件事。哦，说来听听。血河宗宗主恨天狂曾经和我在同一秘境获得了至尊灵宝。有意思，看来我得去血河宗一趟了。有了血河宗的至尊灵宝，我应该就能突破元婴后期了。这灵宝我要定了。穆决心，跟我走一趟，去帮我找出恨天狂的至尊灵宝。是，宗主。你们几个带着魔圣宗弟子去到我的地盘去报道。是。地盘变大，实力变强，这就是我在魔门的变强之道。哼！穆决心，出发！恨天狂，你还是提前得知了消息，知道我要来杀你。我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定叫你有来无回。我就喜欢你这天真的模样。希望你啊，等会儿你还能笑得出来。恨天狂，你还是投降吧，给自己留条生路。大道难求，修行不易，你不要不知好歹。好一条孝顺的狗啊，都换上人家赏赐的衣裳了。穆决心，你平时不是挺高傲吗？怎么现在成别人的玩物了？恨天狂，我的实力不如江城主，我自愿服输。你和我修为一样，不投降，难道等着生死道消吗？哎，我和你可不一样，老子告诉你，老子有底牌。哦，底牌？什么底牌？底牌，自是最后关头才能拿出来。你小子想看我的底牌，要拿出实力。宗门守卫，上！是，宗主。
此乃伏龙诛仙阵，在这个阵里，是龙是虎你都得给我趴着。有意思，4个蝼蚁也妄想要诛仙，笑话。江城主，此阵一旦结成，连我也要避其锋芒，我们要不要避一避？避他锋芒？笑话！宗主，此子修为深不可测，恐怖如斯。宗主，我等绝不是他的对手，不如先行撤退，日后再说。一群废物，听我的，都不能跑。好，刚才是谁说的我有来无回？死！此子出手竟如此歹毒，宗主，我想他不好惹呀。不好惹也得惹，人家都已经杀上门口了，我们还能再退吗？蠢货，该你们了，给我上！宗主，我觉得我们不是对手啊。是啊，宗主，不如我们求和吧。你们如果胆敢有投降的心思，不用他们杀了你们，我先宰了你们，给老子上！哼，一群蝼蚁也妄想敢挑战本城主的权威吗？死！爹，宗门守卫和宗门长老都被他屠尽了，我们怎么办啊？本来指望他们削弱这小子，没想到全是一帮废物。既然如此，本座便亲自动手。好，你终于要来了吗？你想要死，我当然要成全你。鸣杀噬魂刃，这可是至尊灵宝，我该怎么办？小子，你知道错了吗？老子结丹中期带着化神法宝，弄不死你。你难道不知道穆觉心也是结丹中期，用的是化神法宝吗？你是怎么打败他的？那当然是因为我是元婴期，用的是炼虚法宝。这不可能！这才多久？你几个月前还是一个炼气1层的矿奴，现在怎么变成元婴期了？怎么不可能？老子100年的修为，竟比不上你几个月的苦修，笑话！我不服！不服也得死！你当真要下死手？哎，你这人呐，没眼色，杀就杀了，如何呢？这倒是个宝贝，先吸收了再说。舒服，不愧是化神期的法宝，一举让我突破到了元婴后期。小子，你没想到吧？当年我和穆觉心闯秘境的时候，得到的不是1件至尊灵宝，而是3件。啊？什么？3件？怕了吧？要不是老子修为不够，早就拿着3件至尊灵宝独霸天下了。血渊裂空斧，灵天归虚盘，出！天，你有这后手，怎么不早说呀？刚才吓死你儿子了！哼，小子，你现在磕头认输，自废修为，把你的女人都交上来，我还可以饶你一命。不然我爹可对你不客气。不客气，我倒要看看怎么个不客气法。猖狂，来得好，过来！刚才升级过后，我的剑天神童体已经再次进化，现在对敌人的法宝也有绝对的压制效果。我的灵宝呢？我的灵宝！不错，是个好法宝，现在是我的了。我的至尊灵宝，你还我法宝！还你！这法宝上刻你名字了吗？啊，你叫他一声，看他答应不答应你啊？你，我的修为还在提升，已进元婴巅峰了，我正在突破元婴。终于，我进入了化神期。这是天劫，这是突破化神期的天劫！你突破到了化神期，这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化神期的修士，哪个不是青年老怪？你如此年轻，竟然能升级到化神期！
既然知道，还不速速受死？哎，江道友，可否握手言和呀？你不是知道自己错了，而是知道自己要死了。别人我可以放，但你们俩，我真不想放。说字，你好歹毒你！这就是你们魔门教我的处世之道。我的儿啊！别急，现在就送你们一家人团聚。年少修炼不努力，老大地府做兄弟。哦，竟然还有高手！老祖救我！邪元老祖，你怎么跑出来帮恨天狂啊？我不是有你的庇护金令吗？你有我的庇护不假，但是你在我的地盘没有经过我的允许，屠杀其他宗门，怎么？你想打破这个势力平衡？你自己想当老大吗？原来是这样啊！你是怕我势力太强，影响你的地位？黄口小子，老夫岂会怕你？今日要么你自废修为，道歉离开，要么死。我敬你，你是邪元老祖；我不敬你，你就是老匹夫，一把年纪了才化神中期。哼，我倒要看看你是什么修为。什么？这才几个月就达到了化神中期，距离我只差一步之遥。那又如何呢？此子断不可留，再不杀你，有朝一日你就踩到老夫头上了。而且修行这么快，你身上一定有大造化。可惜这造化很快就是我的了。有种就来试试。别忘了，天赋再强，现在你的修为还是不如我。小子，一旦老祖出手，你必死无疑。什么？你用了什么手段？你一个化神初期，竟然能抗衡我化神中期？要知道，这表面上看起来只是差了一个境界，但是这其中的差距可是天与地。那就要多谢你带我去你的邪元殿宝库，拿到了那个先帝心法太初归虚道典。那残本，难道真是归虚先帝的独创心法？是，而且我修炼的是完本，怪不得能和我战斗。只可惜你要死了，你的造化都是我的了。老匹夫，你要怎么胜我？自然是用我的底牌了。穆觉仙有底牌，恨天狂有底牌，你也有底牌。万煞归元，灭世阵。阵法？没错，魔门中只有化神大能可布。老夫耗时100年集齐法宝，为毕生绝学。收集的法宝？没错，此阵利用多件法器做阵眼，共同布阵，利用法宝灵气合力诛杀敌人。你竟然选择用法宝对付我？这老匹夫肯定不知道，剑天神通体就是世界上所有法宝的亲爹。剑来，血煞诛仙剑归位，幽冥噬魂幡归位，万魂锁魂链归位，混沌裂空印归位，灭世归元珠归位。好法宝，好法宝，这气息太爽了。怕了吧？现在终于知道跟老夫的千年底蕴和你一个刚刚入门几个月的菜鸟之间的差距了吧？不愧是千年底蕴，我很满意。既如此，还不束手就擒？谁说我要投降了？庶子，竟然敢戏耍老夫，去死！法宝不错，现在是我的了。什么？你怎么能控制我的法宝？老祖，我忘了告诉你，他可能会控制别人的法宝。这么重要的事儿，刚才为什么不早说？我刚才以为自己必死无疑了，已经放弃思考了。小子，放开老夫的法宝，这可是老夫1000年收集来的至尊法宝，那可在老夫的滋润下，具备了1000年至宝的实力呀！
哼，那再好不过了。终于，我突破到了化神中期。啊，老祖，他身上的气场好像更强了。他不会再用你的法宝进行突破吧？他竟然这么快就突破了化神中期。要知道，我从化神初期突破到化神中期，可是足足用了300年呢。还没完呢，化神后期，化神后期，化神巅峰！不会吧？他想在这里突破炼虚期？我们这里可是几万年都没出现过炼虚强者呀！不，这绝对不可能。炼虚期可是我一辈子突破不了的桎梏，他这么简单就突破了。炼虚初期，炼虚中期，炼虚后期。谢元老祖，感谢你千年培养的法宝，现在都成了我变强的养料。这不可能，竟然可以利用敌人的法宝升级，这么快就突破了境界，这不可能！难道说是传说中的先帝体质？剑天神童体？老东西，还有恨天狂，你们该去黄泉路上做伴了。哎，等等，穆宗主，快帮我说说好话，我也想活下来。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恨天狂，我现在不是什么穆宗主，我只是城主大人麾下的一个小小长老罢了。恨天狂，你自作孽，不可活。江小辈，你饶我一命，我知道错了。我知道一个你一定感兴趣的秘密。好，什么秘密？你先向天道发誓，饶我一命。你既然这么说，算了，我没有兴趣了。现在反而更生气了。我要炼制你的灵魂，让你永世不得超生，忍受折磨和痛苦。我错了！你要是给我一条活路，我立刻告诉你。让我考虑考虑吧。这是魔神武库的令牌，可以感知武库位置，打开武库大门。而且，这个魔神武库里面蕴含着上古时期的所有至宝。既然如此，那你为什么不去？哎呀，我这一个化神中期，在这里算是老祖，但是在上古秘境魔神武库里，只是一个蝼蚁罢了。原来是这样啊！君子一言，驷马难追的。你说过你要饶我一命的。我是君子吗？我是魔门。畜生，你卑鄙！这都是你们魔门教我的处世之道，我不应该回报给你们吗？恭喜城主大人剿灭血河宗，斩杀邪元老祖，得到武库令牌，从此天下无敌。我去魔神武库的时候，你应该不会做什么吧？属下对天道发誓，绝对不敢。魔神武库，我来了。强大的气息，好恐怖的法宝，这里简直就是天堂。凭借我的剑天神通体，别说是炼虚期了，在这里我可以直接突破到仙帝级也没问题。还等什么？开吃！你是什么人？敢进我魔神舒瑶的武库？这小姑娘竟然是魔神灵体，这修为深不可测，我必须好好说话。晚辈江晨燕参见魔神殿下。你所来何事？在下偶然间得到了魔神武库的令牌，前来秘境探寻啊。如此有缘的话，我这武库里的法宝，你可挑选一件。多谢魔神大人。等等，你是剑天神童体？是。
那你一定是剑天仙帝转世了。我上辈子是剑天仙帝的随身侍从。我竟有此事啊！既然如此的话，我这武库里的法宝你可任意挑选，以后我也就跟随你了。啊，多谢。如今我已经突破到仙帝境，从今以后，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可以再欺负我。我也获得了仙帝的力量和尊严。